大家好哈，这里是 CLC James 漫谈啊，我是 James 哈。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聊一个今天早上我听到的一个故事啊。那当然这个是巴菲特传里面的，当然他在讲他的整个创业还有投资的一些事。那让我想到就是巴菲特曾经到他的邻居敲门，要想建议他的邻居入股波克夏的股份，所以他邀请左邻右舍能够参与他的投资，所以他去其中一家敲了一次门，那跟他夫妻解释这个合伙投资的事业。结果那个夫妻说好，我考虑看看，就关起门来了。第二次巴菲特再到他们家再去敲门，结果那个夫妻好像就没开门，可是里面的灯是亮着的。那巴菲特想说可能在忙。第三次他再去敲门的时候，那对夫妻就把灯关掉了。那巴菲特就知道他们可能不想投资了。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知道，就是说投资这件事情，就算是巴菲特要邀请你加入，而且成为100亿富翁，可是还是有人没办法接受，或者是没办法认同，那就失去了这个发财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命，我们不强求每个人一定要来投资。那这里面又牵扯到了，就是人生有2件事，应该说人生只有2件事，一件事就是关你屁事，另外一件事就是关我屁事。所以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就要想这2件事情。如果外面发生什么事，你会想这关我屁事，那就不是你的事。如果有人要来干涉你，跟你讲事情，要你怎么做，建议你怎么做，你想一想，关你屁事。所以你先想一想这件事情跟我有没有关系。你看，就算从你自己的角度看过去，那你看到的事情，或者是你外面看到的新闻，或者是你看到的财报，或者是你看到美国失业率失望等等等的资讯，或者是你看到外面的社会新闻你就想一想，你从你的角度看出去，关我屁事，那你就跟你没事那如果外面的人不管你的父母，还有外面的朋友，他人来跟你讲一些事，而且期望你这样做那样做，那你会想关我屁事。所以你就会想这个就跟我没关系，所以你就不要把它放到心上。所以这就是人生只有2件事，关你屁事跟关我屁事。那当然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人要分清楚每个人自己的课题你的课题，什么是你的课题？其实我们人生的课题很少了，很少，几乎真正关我屁事的真正的事情真的是很少很少很少所以我们是非常悠闲的、富有快乐的人好，这是早上的时候感受到的。那再来就是现在 AI 的基建投资动辄几百亿、几千亿，盖了一个厂房这么大那一个建筑物这么大，那就让我想到
IBM 电脑第一部的时候建设起来的时候，设计完成之后，那个电脑是整栋大楼，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啦还有就是现在这个电脑，你看随便一个，不要说现在手机这么厉害，现在这个手机如果在当时可能盖整片曼哈顿都盖不出来现在手机的功能。那可是现在的手机功能这么强大，比当初一整座的这个电脑来得快。当初1990年我到宏基上班的时候，刚到公司，那就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硬碟的储存器的，那他就说这个 James 过来帮忙。我说他说搬一下这个硬碟机。我说这个硬碟多少？他说只有10 mega。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手机都 giga 的giga 这个是120 giga， 那可是那个时候的硬碟储存器就10 mega， 而且要2个人抬所以科技的进步是超越大家的想象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到了 AI 烧这么多电源，盖那么大的厂，这个应该理论上、直觉上，这个应该不会是永远。未来 AI 一定在整个 AI 整个厂这么大，可能最后都会缩小到一个掌上型这么大。这个当然是一个想象啦，还有依照过去科技演进的结果都是这样子。除了像车子、飞机里面就是要装载人的，那就没办法缩小不然只要跟人没关系的，通常都可以缩小。房子越盖越大，因为里面要装人，可是只要不跟人有关的，那当然会越做越节能，越做越精巧不过这些想法跟我们的投资也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不管我们的想法是正确或错误，那这只是一种思考的方向。还有就是大家不要为未来30年、50年的事情担心了。很多朋友就会来写信给我，担心很多事情。那我常常讲，2个小时以内、8公里以内的事你才去担心，超过2个小时以后、超过8公里以外的事就不要担心了。很多朋友就会来问我，老师，那美国未来会不会衰败？那我们现在全部投资美国是不是对？是不是应该要分散等等等。美国会不会衰败？我说了也不准啦那可是这个已经超过2个小时以后的事嘛，所以就不用担心了。何况美国会不会衰败，不会只有2个小时内的事情，可能好几十年后的事嘛。我以前也有讲过，如果全世界前10大市值的公司里面美国占不到一半，那可能就是一个拐点了所以不要担心30年或50年后的事，更有人担心什么战争的事这个都不用担心。我觉得你担心战争的事，不如担心可能明天小行星撞地球，这个概率可能还高一点。所以我们不要为了20-30年后的担心买单了就好像很多人去买保险，他就担心长照30-40年的问题，那这个不需要。就更多人什么小孩子一出生就帮小孩子买寿险，那真的是那个保险经纪该抓起来了
所以不要为20-30年后的事情买单，懂吗？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事也是很难预料。不要为未来的事情买单，懂吗？比如说，可能未来的医疗都是免费的，你现在缴的保险费，你的医疗险或者是什么，为了未来这个长照险这些。都是未来可能医疗都免费了，你现在缴的钱也都浪费了还有你缴的钱也用不到你买的保险也用不到，你买的医疗也用不到，反正你只要超过2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你去花钱，大部分都，而且大家买保险可能都是为了30-40年后的事，那个都是多虑了那买房子也是一样买房子也像巴菲特，我今天看巴菲特说，他当初买第一栋房子花了3万5千块，他把那个房子命名说巴菲特做的第一大蠢事就是这个房子他就想3.5万，我就怎么赚，我很快就赚100万了就当然。以他现在这种价值，当初买那个房子，能够也现在来看，就是等于那个房子的价值，就算他那个房子现在多100亿，对他来讲可能也就没有那个100亿对一点也没价值。可是他现在，他从年轻结婚生第3个小孩之后买这个房子，那这个房子可能的价值会超过现在的100亿了所以这个衡量就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常常讲，昨天也讲，就是说你不要将所有的资金都花在，所有的资金资源都花在为了退休而准备，你可能要为现在的生活花点钱，也就是说，现在的生活也是生活，未来退休的时候的生活也是生活。如果要比较轻重，那现在的生活应该是比退休后的生活更加要重视一点如果你薪水的2/3花在现在的生活，薪水的30% 为未来的退休做准备，这样已经非常够了不要超过也不要超过1半以上都是在为未来的退休做准备，没必要。所以未来的人口越来越少，你房子适可而止了那你如果很有钱之后再来买房子，其实也是很好了。我是觉得很多朋友卖掉房子租房子，而且租的比较大一点，非常舒适，后来他们觉得租房子的生活品质远远胜过买房子了这个就是不要为未来的事情担心不要为未来事情担心。现在人工智慧的发展已经超过大家的想象，那很多人就认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几乎就快到来了。通用人工智能什么时候到来，可是我们其实不用太理会了。可是你要知道，现在的整个人工智能的变化是非常的快速。现在中国所有的短影音还有它的那个影片都用这个人工智能的人物做主角，甚至已经有它的周边商品。你已经很难分辨这个主角、女主角还有里面的演员都是 AI 动画，已经分辨不出来了。所以人工智能开始可以写程式的时候，很多基础的程式设计员都失业了接下来我在看的就是影视界的这些俊男美女可能也要失业了，甚至可能歌手也要失业了，作词作曲可能也要失业了。那这是一种潮流了这个没办法阻挡。
那人工智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需要去运用那你去运用的时候是会增加你的能力，而不要丧失你人的这个能力。像我用人工智能的话，你看我还是自己每天做笔记，每天录音，我不会丧失我的人这件事情的价值。可是我录完音，人工智能帮我做一个逐字稿，或者是像陈峰或其他朋友他们上传这些都是利用人工智能，它从我语音做成一个影片上传到 YouTube， 这些都是人工智能的赋能的功能所以我们要利用人工智能，让我们的产出跟我们的效率更加的大，而不是用人工智能来取代我们人类的思考。我们过去传统的思维就是努力工作赚钱存投机款买房再来就是付房租做房奴，那如果更积极的可能就再买3栋5栋收租，再买房再收租，永远在做房奴了那现在很多朋友email 给我就说因为他是会计师，他也是读财经专业的，那他一直在做会计师，那他周边的所有的客人全部都是买房的，有的买可能几百栋吧，有的人就是20-30栋的也有，那他自己也买了快10栋。后来他看到我们影片之后，他现在的动作就是开始出售房地产，要释放资金转向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建立更简单的长期投资方式，希望可以早点退休。你如果买了10栋20栋房子，你的收租跟你的税金可能都打平了，你可能没有多余的现金流，所以这个叫做巴菲特说的不要去投资重资产的产业，那你买房子就是投资重资产的产业，你的现金流会不足，你根本没办法退休，而且你这辈子就一直在做房奴所以房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会越来越少，现在台湾的出生率已经1年不到10万人了所以台湾未来很多房子会没人住，送人都没人要，所以房子越盖越多，什么新青安 3.0 我看也没用， 4.0 更惨， 5.0 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现在许多地方已经出现生不如死了所以死亡人数高于出生人数。那你要知道现在人都不生了，所以这个一个小孩他可能没小孩了，所以这一代的人走了，那房子就多出来了。那如果夫妻2个人那夫妻2个人如果这个公公婆婆还有这个娘家那边如果各有2栋房子，那就4栋，那你才一个夫妻，你能够继承几间房？你又没办法，那最后也是卖房所以房子只是会越来越多了。你们慢慢看台湾的房子全世界都一样，美国也一样所以美国的这个人口也是准备要下降了当人口持续减少，最后人走了，这么多房子要留给谁所以长期来看，所有地区的房子可能都会越来越不值钱，甚至送人都没人要。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老的时候如果还有30年那你等得到的就是你现在买房你是浪费你的金钱到时候有很多房子要送给你住可能还政府发钱请你去住这个都是，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我是艾蜜莉的异想天开可是这个很合乎逻辑嘛就算这个预测没发生，你现在投资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当你有1000万美元的时候，
我想你要来买房子也是轻而易举，借钱买房子，空手套白狼也是可以的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这一些了就是AI 未来系统就会越来越小不会是现在这种状况了，可能这吃能源的猛兽一样，我们脑袋一天才吃一餐就可以这么厉害了，吃这么多电你问一个问题，他吃的电，他的能量比我们一天花的还多这是不太合理的，这也是不长久的，所以一定会改善的那人生只有2件事关你屁事，关我屁事不要为2个小时以后的事情担心不要为8公里以外的事情担心那未来人类的工作开始会转向有些公司有些职业可能会慢慢消失，当然你那个用人工智能做剪辑，做人工智能做制片的人就会越来越需要这样的人所以这些演员可能要转成导演所以过去的逻辑，努力赚钱买房这种逻辑应该要改变。还有过去小孩子努力念书，努力念大学，找个好工作，这个也是要改变。以后念书跟工作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未来的人口越来越少，那房子就会越来越不值钱，这个可能是我们要注意的。再来就是巴菲特要人家投资，人家就不见得会投资巴菲特了，所以我们如果去跟人家介绍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的投资，如果别人不能认同，那也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这个他不投资，那就关我屁事就跟我就没关系我们就不要把它背在身上。好，那我们今天James 漫谈就先到这里了 OK， 好，谢谢，拜拜。